我，骆明师，本是礼部侍郎骆安石的女儿，虽非嫡出，却从小最受父亲宠爱。直到15岁那年，娘亲被人诬陷偷情，我们一家3口被赶出骆家。弟弟惨死，娘亲受辱，我被卖作妾室，最后被人丢进荒山。明师，我不甘心，害我娘亲，害我弟弟，害我一生的人，凭什么还活得好好的？此女一生坎坷，破例而后。求神拜佛不如求己。若有来生，我不求神佛，我自己把这条命讨回来。小姐可是被吵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望春，他不是早就被乱棍打死了吗？这是我的闺房，我回到了15岁。老爷爷搜查一番吧，若真让不三不四的东西留在府里，岂不是脏了骆家的门楣？果然是这一夜。小姐，望春，更衣。这一世，谁敢动我娘亲，我先让谁露出骨头。小姐，外头闹成这样，真不用先去请二少爷过来吗？不必，我已让小厮去传话，让明夜立刻去娘亲房里，把箱底那几封害人的信烧了，再把父亲旧年写给娘亲的长香放回木盒。老爷，搜查一番吧，可不能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继续待在府里。果然来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乱？望春，走。见过父亲，见过母亲，见过二叔。哟，二姑娘出来了，也不知道这二姑娘是不是名不副实。二姑娘回屋吧，没什么事，老爷会给咱们一个清白的。上一世，娘亲就是这样一味退让，才被人吃得死死的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她一个人扛。来得正好，早就觉得这孩子不像是我骆家的种。敢问二叔，三姨娘可是良家女子，可是我父亲下了帖子纳回府的，可是给母亲叩了头敬了茶，名正言顺的骆府姨娘。我父亲都没说我不是骆家的，二叔凭什么张口就下结论？难道二叔比我父亲更清楚？二姑娘，原本我是不愿意出来说的，可事情闹成这样，你姨娘偷人！来了，上一世就是这句话把娘亲彻底打入深渊，但这一次我等的就是你们自己露出破绽。瞧瞧，母亲是个不知羞耻的，女儿也这般。母亲恕罪，二叔喝多了，他绝不是有意辱骂您不知羞耻的。大嫂，小弟一时情急，脱口胡言。我镇国公府的脸面，也是你一个白吃白喝的废物能踩的。不会说话的东西！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谢母亲。弟弟不过是怕有人颠覆府里的子嗣，着急之下才说错了话。老爷，妾身没有。老爷，就算二爷说错话，既然没通奸，那敢不敢立刻搜院子？但凡是姘头，不都会留点信物吗？明夜还没回来，绝对不能让他去搜。搜院子，不必了。今日便请诸位亲眼看个明白。二叔口口声声说三姨娘通奸生子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滴血验亲。我骆明师绝不背这种奇耻大辱。敢问老爷，今日这血要是验了，明日外人怎么看二少爷？骆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父亲最在意的，从来都是脸面和前途，只要抓准这一点，便能让他停手。验亲有什么用？大晚上的，二老爷可是亲眼看到有人进了他院子，能有什么好事？二叔说大晚上亲眼看见有男人进三姨娘院子，祖母的南山院在南，三姨娘的柳柳院在西。大半夜的，二叔绕大半个骆府跑到女眷院外，究竟是去拜见谁？我自然是去拜见母亲。祖母住南边，你往西边跑，拜见哪门子母亲？二姑娘别岔开话题，左右盯准的是偷奸一事，
好歹妾身也是你的长辈，也是为……放肆！父亲母亲尚未定罪，翠姨娘便一口一个偷奸。今日若传出去，旁人只会说洛府一个妾比主母还会断案。翠姨娘，掌嘴，让你记住，谁才是这府里的主子。妾身失言。小姐，二老爷还堵在垂柳院外不肯走，咬死要搜三姨娘的院子。让他闹，越不肯认输，越会自己踩进坑里。小姐，这可是老爷最爱的花，烂了根的东西留着只会坏了满院子的风水。老爷已经被二老爷闹得动了怒，正带着人往三姨娘院里去。走吧，该让他们亲眼看见那封信到底是谁写的。大哥，这贱人的院子里绝对藏着野男人的信，今天要是搜不出来，我把舌头拔下来给他赔罪，马上给我搜！老爷，妾身没有。二叔，三姨娘没有做过那种事。二姑娘年纪小不懂事，这要是查探一番，也能给三姨娘一个清白不是？都闭嘴！老爷，妾身也是为了洛府的脸面着想，查清楚了大家都安心。二叔既然发了毒誓，侄儿记下了。你个小兔崽子懂什么？儿子请父亲亲自搜院，若查出有人栽赃，绝不姑息。好，搜房，用我院子里的丫鬟。搜房可以，至于滴血验亲就免了。是不是我女儿儿子，谁能比我清楚？伪信已毁，长期旧信也该放好了。现在只等他们自己送上门。老爷，查出来一封信。我没说错吧？家人拈起绣花针，你们听听这淫词艳曲。大哥，这落款居然是个叫长香的野男人，你头上这顶绿帽子可是戴稳了。老爷，三姨娘做出如此淫乱之事，这两个孩子的血统恐怕也有假，此乃家丑，还是不要外扬的好。大哥，你看，这落款是个叫做长香的奸夫。Yes。大哥，你疯了！信在这儿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二弟呀，老爷的表字似乎就是长香吧？如此真好，误会一场。误会？是你算计我！爹爹，二叔好凶，我怕。闭嘴！你还不够丢人！来人，立刻把二老爷给我送到庄子上去，好好反省过错。大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母亲那里你怎么交代？我给二老爷找了一门差事，送他出去历练，都清楚了吗？拖下去！除了这门，我不想听见任何风言风语。退下。爹爹，我是爹爹的女儿吗？是。爹爹欺负人。今儿个你受委屈了，爹爹以后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们。我知道，老爷肯定会证明我的清白。小姐又做噩梦了。要不要叫人请大夫用？你去给我偷偷抓一副惊吓过度的药，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舒服。今晚三姨娘房里是谁值夜？是赤玉。既然有人急着找死，望春，准备钓鱼，不可惊动父亲、大夫人、三姨娘。若有人为难你，堂上对峙，父亲自会为你做主。奴婢明白。快寅时了，你这个时候来做什么？
好姐姐，替我守着门。小姐急着让我半夜从后门送封私信出去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这种事儿怎么能往外说？关乎小姐名声呢。姐姐可不是外人，谁不知你是三姨娘身边的红人，老爷还要把你配给庄子上的赵管家呢。小姐早让我先去南山院讨过口信，如今只等翠姨娘自己撞上。你还有脸来？昨天的事儿全被你搞砸了。姨娘饶命，奴婢有事禀报，二小姐和外边的人有牵连，叫望春从小门去送私信了，现在去抓肯定能抓到。我能把你许配给那个折磨死3任妻子的赵管家，就能救你一命。马上带路去抓奸！救命啊！有人抢劫啊！抓小贼啊！一大清早的，什么事儿又闹起来了？老爷，妾身抓到了二小姐私通外男的铁证，这信就是证据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姨娘抓到了我的铁证，那你倒是把信打开，让父亲好好念一念，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？老爷，这可不是妾身要闹，天还没亮，二姑娘的丫鬟就鬼鬼祟祟往外溜。这丫鬟大字不识一个，若不是主子指使，她敢夹带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出府？父亲母亲都在堂上，谁给你的胆子私扣我的丫鬟？马上把人放了！放人？二姑娘怜惜奴婢，可只是婆子们亲眼搜出来的。你平日里装的清高，背地里却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丑事。老爷息怒，只是这后宅的火，千万别烧到了前院。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言官的嘴皮子可不饶人，若是参您一个治家不严，连累了您的乌纱帽，咱们骆家可就真成了京城的笑话。孽障！我骆家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今日你若不说清楚这纸上写的是什么，我立刻动用家法将你逐出家门！女儿不孝，昨日夜半惊悸，咳血不止，却不敢惊动任何人。这纸上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而是调理身子的药方。你撒谎！药方怎么会偷偷摸摸往外带？老爷，立刻请家法！只因其中一位相思子犯了父亲的忌讳，女儿宁愿自己病死在这深宅大院里，也万万不敢惊扰、触怒父亲半分，请父亲明鉴。混账蠢妇！相思子是药名，你竟敢捕风捉影，差点让我冤枉了纯孝的女儿！老爷，妾身不知道那是药名啊！给我滚回院子，抄100遍女则，没写完不许踏出半步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你受委屈了，回头拿我的帖子，请宫里的钱太医好好瞧瞧。老爷明鉴，这天没亮，一个奴婢偷偷摸摸往外跑，换了谁不疑心？您想想大了，妾身也是为了这个家。罢了，你下次莫要再捕风捉影，去给二姑娘赔个不是。谁说那丫鬟是私自出府的？母亲怎么来了？我不过是见不得有人受了委屈还不敢说。这丫鬟来南山院求了老太太的口信，说要出府为自家主子抓药，还是我亲自叫进来的。你怎么不说出来？父亲恕罪，是女儿没让说的。毕竟父亲都下了结论，再说出来岂不让父亲为难？有你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老太太明鉴，说不定是那丫鬟一时嘴笨没说清楚，或者是慌不择路跑去了花园。这红泥是父亲花重金从山南移植来，全府上下只有祖母院里才有的。姨娘非说望春去私会，难道她是去祖母院子里私会野男人吗？这大家小姐跟前的1等丫鬟，粗使婆竟敢动粗，老大家的内宅管得也不行。回头传我的意思，但凡动手的都打发了。老太太，那几个人都是老爷安排的，您这是要撅了妾身的根儿啊！那是我的儿子，如何会为个奴婢与我生分？好个伶俐的丫头，这差子赏你。戏看完了，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。
父亲那日是突然带人闯进来的，娘亲可还记得？正是。父亲喜欢喝牛骨髓茶汤，人尽皆知。这汤需要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。那日父亲到垂柳院之前，你的炉子早就热了。我自认待你不薄，嫁妆甚至都为你备下了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姨娘待我是好，可您护不住我。赵管家死过3任妻子，人人都说他会虐人。翠姨娘说只要我听话，就能替我改了这门亲事。我不想死，我只是想活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因为他觉得娘亲软弱，求你无用，也因为翠姨娘给了他一条看似能活的路。娘亲，若是女儿没有提早发现，今日跪在这里求饶的就是你我和明夜。姨娘救救我，看在我伺候你那么久的份上。赤玉，我不杀你，你被主自有府规处置。你若想活，就把翠姨娘让你做过的事一件一件说清楚。我说了，翠姨娘也不会放过我。所以我给你最后一个活命机会。你这门亲事是翠姨娘保的，按府里的规矩，先送去白鹿院对质，等父亲明日发落，你只要撑到天亮，我便让父亲亲自审你。望春，派人盯着白鹿院，记住，别惊动任何人，只看谁先动手。小姐是怕翠姨娘灭口？不是怕，是她一定会。小姐，白鹿院那边动了，英哥带人进了柴房，没多久便传出赤玉的哭声。去请父亲，快！若再晚，赤玉就没命了。赤玉未必肯为我们坐镇，可他身上的伤会替他说话。翠姨娘既然敢动手，就别想把血擦干净。翠姨娘，这一次是你自己把刀递到了我手里。妾身冤枉，妾身只是让人看着他，谁知他竟想不开，老爷明鉴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他好好一个女儿家不嫁人，偏要死在你院里，只为陷害你？赤玉，爹爹能否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？他到底伺候过姨娘，也伺候过女儿。若不是女儿想着这是翠姨娘保的媒，怎会把人送到白鹿院了？你血口喷人！闭嘴！有你这么跟二小姐说话的吗？父亲，赤玉手上怎么会有这些痕迹？老爷，奴婢方才在柴房外拾到的，还有守门婆子亲眼看见英哥带人进去过。父亲，赤玉有错，可他也是洛府的人。若今日白白死在白鹿院，明日外头人只会说洛府主子拿奴婢的命不当命。无父，我洛家容不下你这种心狠手辣的东西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从今日起不得踏出白鹿院半步。骆明雷即刻送到夫人院里教养。姨娘别怕，今日只是还你一份。小姐，这是奴婢趁乱从白鹿院暗歌里翻出来的。赤玉不是第一个，三姨娘当年被陷害，也有人在背后递信。小姐，这私印被人故意烧过，翠姨娘背后还有人。这洛府的夜比我想的还黑。姐姐，夫子教导我们要以德报怨。赤玉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要借他的死去逼翠姨娘？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可他已经不能伤害我们了。你错了，赤玉说到底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。可你想想，他被主的事情，会没有其他奴婢察觉吗？姐姐的意思是，一旦开了他这个先例，别人就会认为咱们软弱好欺负，即便是被主也没有任何事情。这样的想法一旦形成，就会叫咱们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你想想，若是你没烧了那张纸，咱们现在会怎么样？我们会被赶出洛府。不止，你堂堂洛府二少爷就会沦落街头，甚至惨死于车轮之下。我们不能替恶人遮丑，更不能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拖出去的人。姐姐，我记住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记住就好。明日咱们搬去大夫人院里，到了那边你只管读书，旁的事情姐姐替你挡着。翠姨娘之事一出，大夫人便以教养子子为名，将府中的4个孩子都接到了她的院中。我与弟弟和嫡姐庶弟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不知又会生出怎样的事端来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算算日子，
有些人该按捺不住挑事的心思了。大小姐安。一个姨娘生的庶女，也配用和我一样的东西？长姐，少跟我装！母亲给你的东西你也敢收？今天非把这东西砸了不可！母亲赏的，我若不收，岂不是驳了母亲的面子？长姐要砸，先去问过母亲再来。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！你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到几时！小姐真厉害，把大小姐骂得哑口无言。她哪有您聪明啊？没有样貌就算了，还没小姐聪慧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小姐，奴婢是在帮你啊！帮我？你是在催我的命？奴婢不明白。奴婢说的都是实话呀！身为奴婢，妄议嫡姐，挑拨主子，僭越行事，你以为你在替我出气？传出去别人怎么说？说我骆明师挑拨离间嫡姐和父亲的感情。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小姐饶命！我这里不需要跟主子抱怨对主子指手画脚的丫鬟。望春，奴婢在，把她送去管家那里，就说挑拨主子擅离职守，即日起降为3等丫鬟，扣半年月钱。若再犯，自行领罚出府。小姐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小姐开恩！拖下去！都看清楚了。你们规规矩矩做好本分，我自是好好待你们。但要是谁不知本分，竟做着僭越的事，别说我无情无义。退下，干活去。小姐，那大小姐那边，我不想生事端，但若她不知趣，我哪里会惧怕？木秀于龙，风必摧之。前世的苦楚我受够了。哟，二姐姐好大的架子，来给母亲请安都敢迟到，根本不把嫡母放在眼里。这个时辰算不得晚，大郎来的时候我才刚起身。哟，在母亲这里见到二妹妹还是头一回呀。可不是，大姐你不知道，二姐姐今个来请安迟了许久。好啊，骆明师，不孝顺还对我母亲不敬，我们骆家有你这种人真是家门不幸，我要去禀告父亲。够了，立刻给我闭嘴！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，活像个市井泼妇。再看看这庶女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若明师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该多好！母亲，女儿也是为了府里的名声着想。镇国公府的嫡女，容不得你这般尖酸刻薄、挑拨离间。女儿没有，你还有1年就要议亲了，这个时候传出不孝顺的名声，你的婚事还要不要了？你未来如何自处？都说3岁看到老，明雪这孩子足足让那老妖妇养到了10岁，性子都定下了，还是非不分。今日那些话哪里是个大姑娘应该说的？传出去定然是说她挑拨离间父亲和庶妹的感情。老太太天天在南山院念佛，心里却惦记着流放的2儿子和4姨娘的肚子。既然你们这么懂规矩，今儿个就一起去给他老人家请安，也该全了这府里的规矩。母亲，我不想去，老夫人她不喜欢我，每回去都刁难女儿。谁问你了？马上走！母亲说的是，给祖母请安本就是规矩，女儿遵命。是。大夫人这是要借着规矩去恶心老太太，好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不过大夫人，你越是看不上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就越会倚重于我。这条路我替你铺好了。这庶女倒是镇定，颇有大家风范。老夫人醒了，说是让你们进去。夫人请。都来啦。今儿个这些小的都来给您请安，我心甚慰。他们都是孝顺孩子，我私心想着这也合规矩，但思忖着老夫人身子不好，
便嘱了他们不许多做逗留。给祖母请安，给祖母请安。几日未见祖母了，不知祖母身体可还安康？给祖母请安，给祖母请安。姨母可不怎么好，前几日钱太医还替姨母诊脉，说着姨母年岁已高，经不住操劳，需安心静养。这大夫人拿规矩压我，好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倒是这二丫头的确是个七窍玲珑心的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如今规矩倒是学得好，带这么一大家子来我这病老婆子面前立规矩。儿媳不敢，只是想着孩子们许久未给您请安。许久，我这南山院的门槛何时拦过谁？倒是有些人平日里连个影子都不见，今日倒来得齐全。祖母息怒，都怪孙女，私心想着带了祖母赏的珠钗来给您瞧瞧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这小滑头自己想来还拉着这么多人。祖母是有大福气的人，我们都想来沾沾喜气嘛，少来几次也是怕烦扰祖母，可不就是为祖母着想。曼玉，你瞧瞧，这丫头带着倒比我好看。二小姐年轻貌美，自然是好看的。母亲，我们告退了。小姐这番解围，大夫人定会感激。好生收着吧，总有用的。小姐不喜欢这钗子，大夫人欠我一个人情，日后总要还的。今日见着二少爷了吗？二少爷下学后就回了卜居，之后就再没见过了。不对，他每日下学都会来找我。走。怎么弄的？我自己摔的，不疼。青竹，是不是骆明磊？是我自己摔的。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翅膀硬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姐，小姐，二少爷他去查，谁动了我弟弟，要他付出代价。小姐，巡盐传信来了，老太太替翠姨娘求了情，老爷松了口，翠姨娘被解禁了。今晚老爷要去白鹿院讲母凭子贵，让他去。咱们不拦着，翠姨娘若是再得了宠，怕是又要兴风作浪。她现在急着翻身，越急就越容易露出破绽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越能粉身碎骨。你去告诉巡烟，只要他能拿出翠姨娘的大把柄，我必然会为他姐姐报仇。是，那巡烟还说，翠姨娘这几日总有人偷偷摸摸给她送信，而后翠姨娘都会吩咐人去老太太院里。老太太，有意思。翠姨娘、老太太，你们勾结在一起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收拾。查清楚了，是大少爷把二少爷推下水的。当时在外游玩，趁夫子不察，将二少爷推入池中，头撞在水底石头上，幸得路过一位公子，跳下水去救起，不然就没命了。推下水？大少爷现在心虚，正躲着不敢见老爷。骆明磊，我还未出手，他倒是迫不及待了。那位救人的公子是谁？不知，一出水就被随从拥着离开。罢了，不去管他。骆明磊那边，父亲知道吗？尚且不知，被大少爷勒令瞒下了。巡烟那边已经布好茶局，只等老爷入白鹿院。只要翠姨娘有一丝机会翻身，我就很不欢喜。既然大少爷不敢见父亲，不如我们将他送过去，送他们一家团聚如何？奴婢明白，奴婢会让人把大少爷引去莲池边，他心里有鬼，一下就会乱。让他自己把自己送进白鹿院，越狼狈越好。这次多亏了你，
连着几日跪在老爷书房门前，总算求来了。以后就近身来伺候吧。谢姨娘。好丫头，日后定不亏待你。快去祈壶老爷最爱的茶来。老爷，姨娘给您准备了惊喜，请您在里间屏风后稍后片刻。这茶是赤玉的手艺。娘，救命啊！木胆儿，这是谁欺负你了？跟娘说。我今日把骆明艳推下水了，没想到没死成，被人给救了。你把她推下水了？然后呢？你禀告你父亲没有？没有，我不敢，我怕父亲知道了打我。没用的东西，你怕什么？姨娘，你说他们会不会父亲告状？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就把衣服撕烂，我们倒打一耙，就说是李氏那个贱人指使骆明业要杀你。可是我没有证据，而且我是把他推下水的。怕什么？把屎盆子扣在他们头上，你爹就会彻底厌弃他们。到时候那贱人母子三个被赶出府去，看谁还能跟你争。赤玉，这是赤玉的茶。等我今晚复了宠，明天就去你父亲面前哭上一哭，说那李氏心肠歹毒，要害我儿子的命。到时候不但把他们赶出去，连带着骆明师那贱人。姑父，你还要弄死谁？老爷，您什么时候？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。老爷，您听妾身解释，都是这群贱蹄子陷害我的，妾身是被人蒙蔽？谋害幼弟是蒙蔽，草菅人命是蒙蔽。我陆安是瞎了眼才宠你这么多年。老爷，我可是给您生了长子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长子，你看看你养出来的东西。老爷，妾身知错了，给妾身一次机会，再也不敢了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拖到后山禁闭室，永生不得踏出半步。没有我的手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老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不要去后山，这是死人待的地方。至于你，立刻滚去鱼河镇上的庄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死在外面也不准回来。爹，我才是骆家的大少爷，你不能把我赶走啊！大少爷，配吗？小姐，翠姨娘被拖走了，大少爷也被流放去鱼河镇庄子。望春，你听，这世上最美的风景就在此刻。小姐，那是我在狼群利齿下偷来的美好，如今还回去了。小姐，成了，白鹿院被老爷下令封了。巡盐大仇得报，多谢二小姐成全。大仇得报，翠姨娘被禁足，骆明磊被推远，你便觉得够了？对巡烟来说，翠姨娘失了老爷的心，已是最大的惩罚。赤玉的仇报。你这丫头敢想敢做，重情重义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小姐谬赞。你今晚来，不只是为了谢我吧？那壶牛骨髓茶汤是你泡的，翠姨娘只说让你去泡壶老爷最爱的茶。你就选了赤玉最拿手的那一壶。小姐明鉴，翠姨娘说泡老爷最爱的茶，老爷最爱的可不就是牛骨髓茶汤？你这么做了，若是翠姨娘没被打发到后山，事后问罪你，你又当如何？巡烟既然做了，就没想过退路。好，那你拿出来吧，你怀里揣着的东西，从进门就想给我看了。
这是我趁乱从翠姨娘暗歌里偷出来的。翠姨娘虽然恶毒，但以她的脑子，根本想不出那么周密的计划陷害三姨娘。你的意思是，她背后还有人？这几封信里，有人在指点翠姨娘每一步该怎么走，从诬陷三姨娘到安插赤玉，每一步都有人在幕后推着她。小姐，南山院的印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枚印能进南山院，可真正握印的人是祖母，还是借祖母名头的人，还得看下一句。小姐怀疑老太太，怀疑不能杀人，证据才行。老太太、陈婆婆、四姨娘，还是另有其人。前世我死得太早，看不清这府里的暗线。这一世，我要一根一根把他们全拽出来。小姐，巡烟带来的那封信上还说，大少爷身世有疑，翠姨娘和二老爷来往并不干净。这把通往南山院的火有了。可老爷为何突然发难翠姨娘？巡烟泡的那壶茶，当真有这么大的威力？茶不过是引子。翠姨娘和骆明磊心里有鬼，父亲窥破了他们的狼子野心，巡烟的暗中引诱，加上骆明磊自己露了马脚，这一番阴差阳错，反倒助了我们。那这封信，小姐打算何时用？还未到时机，先让骆明磊自己去求生，看看谁会伸手，谁会落井下石。母亲救我！父亲一气之下要将孩儿赶去鱼河镇庄子，孩儿还小，不想离开家。救你？为什么要救你？你怎么了？我因惹怒了父亲。母亲，孩儿想留在您身边尽孝。说什么救不救的？你是洛府大少爷，老爷让你外出锻炼，那是对你寄予厚望，莫要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。母亲，你若真舍不得离家，便去南山院给老太太磕个头，她老人家素来疼你，兴许还能替你说句话。叫你的书童跟菊香去库房挑几件东西，就当母亲给你添置的盘缠。大郎莫要再推脱了，退下。大夫人为何不帮大少爷？他到底是帮小姐还是与小姐为敌？母亲不主动帮骆明磊，便是不与我们为敌了。他提醒骆明磊去求祖母，是在提醒我们，他不管，不代表祖母也不管，顺手卖个好名声，何乐而不为？原来大夫人还是对二少爷不放心，连亲生的都不能全然放心，不是亲生的，又怎么能放心？母亲这是花钱买好名声，顺便把人推到老太太面前，看老太太怎么接。祖母救我！祖母救我！孙儿求你跟父亲说说好话。你这不该存在的孽障，马上给我滚出骆家！祖母，您说什么？滚！我是骆家长孙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开门，让我进去！父亲，祖母！骆明磊，你求谁都没用，大夫人不管你，祖母不认你，你还指望谁来救你？骆明师，是你，一定是你在背后搞鬼！你自己做的孽，怪得了谁？推我弟弟下水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小姐，大少爷走了，府里的风向怕是要变了。让他变，风乱起来，藏在暗处的人才会伸手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昨日我道你不该强撑，你还与我置气。今个儿可跟我说说，你是如何想的了？我不该对姐姐撒谎。我知姐姐见我受伤，定比自己伤了还心疼。是，我气你没保护好自己。但你可想过，若是没人救你，你待如何？若没人救我，我恐怕就会死在那里。你既然知道骆明磊做出害你性命之事，
你可还要放过他？我那天跟你说过什么？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那为何又要躲着我？你可有想过借助我的力量来帮你报仇？强撑之人乃天底下最愚蠢之人，真正聪明之人，即便自身弱小，也懂得借助别人的力量达成愿望。你还小，姐姐当然要护着你。等你长大了，便轮到你来护着姐姐。姐姐，我记住了，从今往后我只听姐姐的。明日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你只管读书，旁的事情，姐姐替你挡着。二少爷，老爷深夜传话，要亲自查问您落水受伤的事。父亲起疑了，记住，你什么都不用多说，只说自己摔的。父亲要问你，你便守住这一句。姐姐放心，小姐，二少爷能应付得了老爷吗？他必须能，这是他的第一课。你脸上的伤到底怎么回事？儿子自己不小心摔的。当真？你身边的青竹也是这么说的？当真？青竹当时不在身边，并不知情。还有谁知道你受伤的事？算了，退下吧，好好养伤。是，父亲也早些歇息。这小子的城府不像10岁孩子说的话。明师，你到底教了他什么？罢了，不管是谁教的，这孩子能扛事是好事。大少爷废了，二少爷羽翼渐长，满府上下都在巴结他，连陈婆婆见了都要躬身问好。我若再生不出儿子，我们都得死。姨娘的意思是，上次你说过的那药，去弄下来，立刻去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。可那药若是被人发现了，发现了你就是个死。不去，你现在就是个死，选吧。奴婢遵命。骆明艳，你姐姐再厉害，也挡不住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只要我生出儿子，这骆家的天还轮不到你们来翻。小姐，朝堂上为了边关的事吵翻了天，群臣都束手无策，老爷正心烦，这时候去怕是要碰钉子。他们想的是兵马粮草，我想的是人心。今晚我要让父亲知道，后院也有能解前朝局的人。可万一老爷不愿听呢？他会听的。一个为国事夜不能寐的人，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可能的答案。谁让你来的？滚出去！父亲若想不费一兵一卒退匈奴大军，就请喝了女儿这碗汤。你说什么？女儿说，这碗汤里有父亲要的答案。朝廷3万精锐都打不退的匈奴，满朝文武束手无策。你一个深闺女子，敢口出狂言？前世这场边关僵局拖了3个月，最后不是刀兵破局，而是一支胡喇曲乱了敌营军心。匈奴安营扎寨将近1年，耗的是粮草，熬的却是人心。父亲，您听过四面楚歌吗？四面楚歌，你继续说。我在书上看过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性，他们向往自由，豪迈爽朗，在一个地方困了将近1年，到底是他们更难受憋屈，还是我们？想来倒真是那些匈奴人更难受了。这会儿比的是看谁撑得更久。匈奴人怕是早就想回家了，如今缺的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你说这根稻草是什么？那匈奴不打却又不走，无非是想得些好处。可送金银是示弱，打仗是劳财，不如送几只边塞胡家去，夜夜在敌营外吹奏。想家的野狼是没有心思咬人的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四面楚歌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不损大周威严，攻心为上。父亲过奖了，女儿不过是读了几本闲书，胡乱说说罢了。胡乱说说？满朝文武想了3个月都想不出的法子，你一碗甜汤的功夫就解了？名师，名师，我洛安石竟生出了一个有宰相之才的女儿。赶紧带你家主子回去休息。
父亲，你越器重我，我能护住娘亲和明艳的筹码就越多。骆家的风也该换个方向了。小姐，老爷刚才护着您，是真心的疼爱啊。真心最容易变，我要的不是父亲一时心疼，而是他日后不得不用我的位置。那老爷信了小姐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了我的价值。一个有宰相之才的女儿，他舍不得不用。小姐可是要出手了，还未到时机，再等等吧。老太太那边还没露出破绽，司姨娘的肚子也是个变数，急不得。天凉了，穿上这个就不冷了。娘亲一针一线绣了2个月呢，谢谢娘亲，真好看。诗儿，你在大夫人那边可还好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娘亲放心，没人敢欺负我。好孩子，你和明义好好的，娘亲就什么都不求了。有姨娘的一片慈母之心，二小姐穿上便再不觉得冷了。娘亲太软弱，她的善良在这吃人的翟月就是催命符，她拿不动刀，那我便替她挡住刀锋。小姐，老爷应该下朝回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老爷吩咐奴婢来给小姐带点东西，顺便捎个口信儿。什么口信？老爷说这件事儿二小姐知晓便好。我知道了，辛苦品香姐姐跑一趟。这是什么？骆家钱庄的旧信物，能调账也能查账。钱庄信物？老太太、大夫人，从今夜起，骆家的暗账我也能看一眼了。小姐，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这才入秋没多久，手都僵得拿不稳笔了。你倒是会抱怨，我给你的活计多了。我倒是最近才发现你是个畏寒的。前些日子母亲分了些上好的棉絮给我，你拿去给自己做一身保暖的衣裳。哪有小姐将自个儿的用度分给丫鬟的？小姐越余了，缝在衣裳里边，外人看不出来你用的是丫鬟的还是小姐的。我只要你穿得舒服些，服侍我起来也能静心些。对了，小姐，南山院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四姨娘有喜了。太太盼了这么久的孙子，如今总算是盼来了。奴婢早说了，这四姨娘是个有福气的。对对对，是你老婆子会说话。再给我的大孙子说几句好话，到时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谢谢啊！传我的话，今日骆家上上下下都得赏钱，老爷和夫人一人赏1锭金子，厨房烧火的小丫头都得5两银子。真是有劳老夫人惦记了，不麻烦，整个府上上下下都有赏钱的，当然不会独独落了夫人的。麻烦陈婆婆跑这一趟了，婆婆想必还有事忙，就不留用茶了。还总算有个会说话的，老婆子还要给别的院子送喜钱去，就不在夫人这里多待了。她是不是以为四姨娘一定生个儿子？那老太太当我是死的不成？连身边的下等婆婆也敢这般踩我脸面，能不能生下来也不一定。我估摸着小姐这个时辰差不多就要醒了，果然是醒了。说你聪明，你就把我要干什么都算出来了。望春可是个小神仙。望春，我昨个梦到你跟我说四姨娘怀孕了，还生了个儿子，祖母可高兴了。小姐可不是做梦，四姨娘是真的怀孕了。我昨个跟小姐说了，小姐刚听完便睡着了。四姨娘真的怀孕了，这么多年不孕，突然就有喜了，可不是真的。老太太高兴，正大肆发赏钱呢，全府的人都有，估摸着小姐的等会儿也会送过来。孩子还未生下来，祖母怎这般夸张？可不是，这会儿全府的丫鬟婆子都在念叨，四姨娘是个富贵吉祥的人呢。孩子还未出生，就收买了这么多人，祖母真是煞费苦心。小姐，四姨娘肚子里的我们可有？望春，莫非你以为我是滥杀之人？是奴婢想差了。起来，你能为我想到这层，
那是你对我的忠心，我又怎么会占了？之前对翠姨娘做的那些事情，并非是为了替明艳去争那个位子，而是为了些别的恩怨。四姨娘肚子中的孩子，我没有半点想法。有道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不愿去做的事，有人却要去做了，并且找上了我。名师，我要与你合作。母亲，我没听错吧？母亲是说要与我合作？翠姨娘的事，别说这其中没有你一份功劳，我知晓你的能耐，才会来找你。我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，要是谈合作的话，母亲不觉得找错了人吗？我并不欲对四姨娘做什么。你再想想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所求的？我助你达成心愿，你也助我达成心愿，如何？母亲想让我做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四姨娘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。母亲可知道，害人性命是要偿命的。在这洛府里，谁的手是干净的？你对翠姨娘做的那些事，难道就干净了？翠姨娘是咎由自取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可四姨娘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愿做这等事。不愿？你以为你有的选？我若是不护着你们姐弟，你们在这洛府能活几天？母亲这话说反了。我若是个没用的，母亲何必来找我合作？既然母亲觉得我有用，那便不会轻易舍弃我。哼，好伶俐的嘴。那你说，你要什么条件？我要母亲保我幼弟平安，保三姨娘平安。你想的倒好，我替你保护好你们一房3口人，再替你除了四姨堂腹中胎儿，到时骆明业便稳坐骆家家主之位，好处都让你占尽了。母亲原说助我得我想的，现下我说了，母亲又要食言，我看不到母亲的诚意，不愿与母亲合作。在这么一大家子来我这病老婆子面前立规矩，还总算有个会说话。只要我生出儿子，这骆家的天还轮不到你们来犯错。你等一下，我助你便是。母亲助不助我，我都不觉得有多满意，只说得母亲一声肯定，我心中也安定些。明艳尚且10岁，便表现得孝顺有礼，知恩善报。她4岁那年，门房给了块糖她吃了，她便记着那门房的好，记到现在。这样的孩子，将来若是做了家主，母亲觉得他会亏待您这个嫡母吗？母亲说是助我，又何尝不是助自己？若将来真是骆明业做了这骆家家主，就凭你是他嫡母，他又能将你如何？反过来说，若是四姨娘的孩子做了家主，母亲觉得四姨娘和老太太会放过您吗？原是我着相了，夫人。无事，回房吧。姐姐怎的会来？明烟，你想做骆家家主吗？我想，你若是立志要做骆家家主，就要靠自己的本事。你若是有本事的，即便不是骆家家主，也可自行闯出一片天。你若是个没本事的，即便是坐上了家主之位，也不能长久。你记着，我不会去帮你运作什么，也没有任何人会帮你，你可明白？可姐姐上次也说，懂得借助别人的力量，才是聪明之人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借势不是依赖，变通不是失德。你若自己立不住，旁人扶你100次也无用。你若自己能站稳，借来的风才会送你往上走，可听得懂？小姐和二少爷关系一向好，今天那话委实过重了些，不怕伤了二少爷的心吗？他若是个傻的，才会与我计较。何况明艳她聪明着呢，怕是心中也都明白的。二小姐，老太太那边传出消息，说是要提前办寿宴。提前多久？足足提前了3个月。今日一大早，陈婆婆便得了老太太的意思，在老爷上朝之前就禀了这事儿，老爷立刻就应下了。一个孝字压下来，父亲哪里有不应的？怕是不赶着去上朝，也是会应下来的。老太太为了把洛安旭接回来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小姐的意思是，老太太办寿宴是假，接二老爷回来是真。
四姨娘有喜不过15天，老太太就急着办寿宴。洛安旭回来给老太太祝寿，天经地义，父亲拦都拦不住。到时候死磨硬泡，说不定就不用再回庄上了。小姐，钱庄那边按木牌查了寿宴采买，多出的2笔银子，一笔修了二老爷旧院，一笔点了梅林灯火。梅林也安排上了。祖母这寿宴，倒像是替人铺路。来吧，都来，人到齐了，局才好开。儿子不孝，特来给母亲祝寿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寿宴是假，接人是真。四姨娘这一胎，才是祖母真正要护的东西。这就是洛府那位庶出的二姑娘，听说今日很得洛大人看重。庶出就是庶出，再得宠也越不过嫡女去。名师，过来，坐我身边。母亲，今日是老太太寿宴，洛家姑娘都该拿出洛家的体面。名师，你是洛府二小姐，不必妄自菲薄。女儿谢母亲。那人是谁？洛府寿宴，竟有人能从内厅屏风后走过。小姐，洛安旭已经回府，老太太这局算是成了。局成的太顺，反倒不像祖母一个人的手笔。洛二小姐，你认得我？今日席上能让镇国公府嫡女亲手抬位的庶女，只有一个。你不是洛府的人。二小姐也不像寻常闺阁姑娘，寿宴上看人不看热闹，入梅林不赏花，倒像是在查案。二爷，你不该来这里，若叫人瞧见，我和孩子都完了。你放心，母亲既然把我接回来，就一定会护住你和孩子。等着孩子生下来，洛家的家业迟早是他的。小姐，祖母要接回二叔，原来不是为了母子情深，是为了这个孩子。看来二小姐撞见了不得了的事。你最好也忘了今晚看见的事。若我忘不了的。谁在那里？二爷，是在下迷了路，扰了您的雅兴。原来是客人，后园风冷，公子还是早些回席。洛二小姐，后会有期。小姐，小心伤了眼睛。骆明磊并非老爷亲生。望春，你说人之初性本善，这话对吗？小姐心软了，还是先收着吧。不管如何，既然这封信不能让仇人一击致命，那又何必掏出来伤及无辜？全当留一个真相。以后莫要最晚来。老夫人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许久不见，念叨你们，
今儿都去请个安吧。我已派人去给夫子送了口讯，说你今日会晚些去。谢母亲想得周到。无事，如此，那便现在动身吧。都起来吧。老夫人，二爷往南山院来了，说是要给您请安。总算肯来我这儿了。母亲，儿子昨日寿宴人前不好久留，今日特来给母亲请安。我儿回来就好。小姐，钱庄那边送来寿宴余账了。昨夜梅林灯火和二老爷救院两笔支出，果然都绕过了正账，并不奇怪。能绕过正账，说明有人早替二叔铺好了路。账要收好，比寿礼更有用。哎呀，我的小姐，你可小声点儿。若让南山院知道咱们盯着账，只怕又要生事。齐公子又迷路了。不想小姐竟是这般煞风景致。昨日梅林仓促，未及向二小姐赔礼。既然齐公子认得路，那不妨说说，这不该公子出现的地方，公子今日又是如何到这里的？在下从小身患恶疾，唯一的爱好便是养花。这里的红梅开得正艳，在下是寻着味儿过来的。公子还是快些离开吧，不便在这里多待。二小姐既不愿我久留，可否指一条能回前厅的路？你可以让下人带你走出去。在下原本也是这般想的，便在此处等着。如二小姐所见，这四下除了二小姐，便再无其他人了。我带着你出去，被外人见了像什么样子？是在下唐突了。东西藏好，莫要让人发现了。不止私情，还牵着洛家的账。出来！别动，我来。二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祖母寻二叔不见，便让我来寻。不想这般凑巧，一来便碰到。老夫人身边人手众多，怎么会独独派你来寻？我在人多的地方待着不自在，正巧祖母寻二叔不见，我便独自揽下了这活。二叔问的这般仔细，可是在担心什么？告诉二叔，可还有人知道你来过这里？我身边服侍的望春知晓我来了这里，稍后就会过来。二叔不该回来，就凭你也想管得着我？祖母见了二叔这样，恐怕又要难过了。还有父亲，怕是也要失望了。父亲和祖母本以为你是真心悔过，竟不知你回府不过一日，就与四姨娘身边的丫鬟寻梦暗中传递误解。二叔还是早日成家为好。好侄女儿，二叔知错了，莫要告知你父亲，可好？小姐，手炉拿来了。二叔若无事，侄女就先去大厅。穿过了这座假山，再穿过2个长廊，便到了前厅。二叔莫要迷路了。真是聪慧的人儿。前日寿礼已全部呈上。假山到这里换得倒快。愿我如心君如愿，夜夜流光香景炫。都是好孩子，福寿绵长，松柏长青。
爷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。你今日连夜去大夫人那里，将这件事也告与她知道。小姐，这件事情可开不了玩笑，看来我以后都得将小姐寸步不离的护好了。莫要逼着旁人，就光明正大的去。连那嘴角上翘的弧度都没有半分偏差。怎么还都站着？都找个地儿坐着吧。儿子今日休沐，便来瞧瞧母亲。坐吧。这几日也未去看你，感觉可还好？劳烦老爷惦记，我很好，腹中的胎儿也好。大郎啊，我瞧着这二郎已是许久不见，我心中甚是想念。好不容易他回来一趟，我想着将他安顿下来，有我看着，应是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看呢？那便母亲这般做主吧，孩儿还有公事处理，便先去忙了。让明磊也留下来吧，一个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也怪可怜的。大房里是个什么意见？老夫人决定就好，老爷对老夫人的决定自是没有意见的。那便也留下吧。如此，妾身便不再打扰老夫人的清闲。又是那种眼神。那日的事，便是发生在此处。母亲是不信望春说的话，还是不信我？那日我叫你坐于我身边，原想着将你的身份摆得重些。你日后嫁了人，总归是要与这些夫人小姐打交道的，未想倒是叫你难堪了。我知大夫人是好心，知道就好。原来那日梅宁景色也记在心里了。小姐，这花这般好看，烧了委实可惜。这花不烧，等墨迹干了，你帮我收起来。二小姐，四姨娘那边过来传话，说有些闷，想请小姐过去陪雨着说说话。她一个姨娘，且不是正经主子，居然敢差遣小姐您起来，岂有此理！出去看看。站了这么久，先坐会儿，喝口热茶暖暖身。有些烫，慢些喝。望春姐，这怎么敢？有什么不敢？都是自家姐妹。二小姐，我们姨娘早些时候便在那火风亭处候着小姐了。为何会在火风亭？姨娘说，火风亭距小姐住处不远，不敢劳烦小姐多走些路。哦，你们四姨娘也太有心了些。我道她如今还在南山院围着暖炉烤着火呢。哎呀，怎么能让四姨娘等着我？徐梦，你这丫头真是，也不早些跟我说。四姨娘为何会在此处等我？想见我，叫人来宁静君通传一声便是。四姨娘不知，你们下人也跟着不懂事吗？任由四姨娘怀着身孕在这里站上这般久，四姨娘要是有什么不适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去宁静居了，外面冷得慌。二小姐，妾身有件烦心事，不知能否与你说说？四姨娘请讲。妾身房中前些日子丢了银两和一本账册，是管着妾身月例的账册。问了身边的丫鬟，都说不知道。妾身想着，莫不是被人？四姨娘的意思是，
怀疑有人偷了。妾身不敢妄言，只是那账册上记着妾身这几年攒下的提己银两，若被人拿去，妾身和孩子可怎么办？丢银两来我这里说，他想栽到谁头上？四姨娘放心，骆家又不是没有规矩，若真有人手脚不干净，查出来便是。但愿能查出来吧。听闻二小姐女红是极好的，不知贱妾能否也瞧上一二？四姨娘莫不是再等上一等，待望春来了，我再叫她去取。劳烦二小姐去取上一曲，妾身现在便想看。那便劳烦四姨娘等等，我稍去会儿就来。小姐，我刚刚看见，我知道，去请大夫人和父亲过来，就说四姨娘在我这里举止异常，请大夫人一步一关。另外让探秋去查四姨娘最近与账房的往来，看有没有人替她做假账，速去速回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四姨娘，我一时找不着我的女红都放在了哪里。我原想着为孩子做几件小衣，等孩子出世了，正好能穿上。四姨娘客气了，往日里四姨娘都不曾来过我这里，这会儿倒是第一次来，真是稀客呢。四姨娘这就走了，不再坐坐？不了不了，妾身有些乏了，改日再来。戏买好，该你上台了。姨母，妾身丢了银两和账册，方才想起来，会不会是被人藏到了别处？妾身想搜一搜，可否请姨母做主？丢了银两，那可不是小事，搜，给我搜！姨娘，这里有个布包，这些正是妾身丢失的银票和账册。你来说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三姨娘的香笼里？祖母容禀，四姨娘今日来宁静姑诉说丢了银两，我好生安慰了她。谁知她去而复返，让寻梦翻了三姨娘的香笼，便搜出了这些银票和账册。我想请问四姨娘，你如何确定这些银票就在三姨娘的香笼里？莫不是你亲手放进去的？那是我的银票和账册，上面的字迹和数目我都认得，是三姨娘偷了我的东西。既然四姨娘认得，那请四姨娘告诉我，这些银票是什么时候从账房里的？上面的编号是什么？账册上的笔记又是谁的？这都是我之前的阅历攒下来的，日期什么的我也记不大清了。四姨娘记不清了，那正好，我请了人来，能帮四姨娘记清楚。父亲、祖母，这是账房这几年的月例支出记录。四姨娘每月月例不过8两银子，这些银票加起来足有300余两。请问四姨娘这些银子是从哪里攒来的？300余两？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我那是老太太赏的，还有一些是之前攒的。那更要请账房来核实了。这些银票上的印戳是哪家钱庄的？什么日期兑换的？一查便知。去请账房来。这些银票确实不是从我们账房出的。什么意思？回老爷，骆家月例银两走的是恒丰钱庄，票面有恒丰的专用印戳，可这些银票上盖的是德昌钱庄的印，骆家从来不用德昌的钱庄。那再请账房先生看看这本账册，上面的笔记可是你的？不是，这字迹虽然刻意模仿，但行书的转折和运笔习惯都不同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银票和账册都是伪造的，被人故意放进三姨娘的香笼里，想栽赃嫁祸。父亲，这是探秋在四姨娘院中搜出的信件，是四姨娘与德昌钱庄掌柜的通信。信中商议伪造银票和假账册之事，白纸黑字，
铁证如山。曼玉，你做出这种事来，是要毁了洛家的名声吗？老爷饶命，是有人让我这么做的。谁？将寻梦和四姨娘身边参与此事的人一并看押，明日交由官府。四姨娘品行有缺，不配为人母，先禁足海风阁，无令不得外出。待孩子生下来，便寄养在大夫人膝下。可查到了，夫人，今日那个时辰，那二人又相约着去了哪儿？哼，莫真是当我洛府后院由他二人胡来。不再等了，你今夜里便动手。要凉了，去厨房重温一trận。姨娘，老爷吩咐过，您不得见外人。我腹中的孩子若有个闪失，你担得起？你疯了！这时候还敢叫我来？再不腾一份，我们都得死。洛安氏已经起疑，所以才要快。账册一走，洛家的银路就断在他们手里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般慌慌张张的？夫人让小的来禀老爷，说大小姐染上风寒，快让老爷去瞧瞧。请大夫了吗？小的不知。老爷，可要从海风阁那边穿过去。那就走海风阁。有鬼啊！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你看，那间屋子里居然有灯。老爷，要不咱们走吧？许是哪个管事在算账？好啊，合谋侵吞我洛家家产，我们倒是大胆！混账，简直混账！早料到了这一天，却没想来得这样快。若这样都不够，那密信便能在此刻给二叔致命一击。洛安旭无才无德，无心无肺，目无尊长，猥琐下作，枉为洛家人。今日当着洛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我决定将你逐出洛家，剥去姓氏，今生今世不准再用洛姓，死不得入洛家陵墓。若发现你再顶着洛府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，一律交由官府严办。四姨娘曼玉与洛安旭合谋侵吞洛家田产，伪造账册，私运家财。今日当着洛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休憩出府，交由官府一律处置。来人，将洛安旭与四姨娘一并扭送官府，治其侵吞家产之罪。大伯，这孩子知道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喊我什么？我该是叫您大伯的。我其实并不是您的亲生儿子。不是我的孩子，别告诉我你是这堂下跪着的人的儿子。我的确是翠姨娘和洛安旭所生，我对不起您。你是何时得知这件事的？在此时说出来又有什么目的？我是4月前被逐出洛府前，从翠姨娘那处得知的。现在说出来，只是不想再欺瞒下去，没什么其他目的。你原本可以不将此事说出来，不会有人知道。总会有人知道的。后山木屋的翠姨娘也并送去官府，由官府处置。我在来之前就已将翠姨娘放走。那么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本不该出生，也不该活在这世上。能顶着大少爷的名头活了这么多年，已是赚的，这般便任凭家主处置。将洛安旭押下去，交由官府一律治罪。骆明雷，你留下。你是无辜的，但洛家不能留你了。这些银两你拿着，去投奔远房的亲戚，隐姓埋名，好好活着吧。
谢大伯。望春，翠姨娘跑了，小姐，要不要告诉大夫人，派人去追？要，恶人必须受审，而不是由我私下了结。告诉大夫人，派人沿官道追，翠姨娘带着伤走不远，天网恢恢，她跑不掉的。走吧，回寝居了。人可送到官府了。回夫人，洛安旭和四姨娘都已交到官府，翠姨娘也被人沿官道追回，暂押后山木屋，等老爷发落。闹到这一步，南山院再想护，也护不住了。盯紧南山院，老太太失了二儿子和侄女，未必肯就此认输。母亲，似乎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，冬去春又来。小姐，大夫人来传话，说是今日要带众人去礼佛，可有说是去哪家寺庙？听说灵隐寺那里香火盛些，慧灵大师解的签也总要比旁的灵验些。可有说能不去？哪儿能不去？洛家的女眷都要去。难不成老夫人也去？老夫人自是不去的。老夫人佛堂里有佛，心中也有佛，哪还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求佛？诗儿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只是不太习惯坐马车。你姨娘也是个身子弱的，我这辆马车倒是还好些，你去将姨娘换过来，免得叫她一人难受。莫要总与诗儿作对。母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洛家嫡长女，你忘了吗？可是洛府家的女眷，正是，还劳烦小师傅带路，引荐慧灵大师。慧灵大师也等候中位施主多时，各位施主请随我来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涅槃重来再回首，还是这两副门帘，初见时不以为然，此时再见，不由正中心。女客在寺庙中本是多有不便，还望女施主体贴些，莫要四处走动，以免被冲撞了。小师傅多虑了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看，走，本小姐带你去看看。小姐，你刚可不是这么答应那小和尚的。若是怕冲撞，我们路走得稳些，就不会冲不会撞了。小姐在看什么呢？看一个小贼！你说谁是贼？你这小妞胡说什么？生得富贵人家，却行得苟且之事，公子好生矛盾。我行的什么苟且之事？在下可未对你二人做什么。不该行那苟且偷盗之事。我可未偷盗，居然还偷的是供奉佛祖的香油钱，这般丧心病狂。你怎么知道我偷了香油钱？
你手边还沾有香灰，身上的碎银也在叮当响。你既知我是偷盗之人，却对我不躲不避，莫是以为我伤不了你？阁下武功卓绝，再说偷盗并非恶人。你又怎么知道我武功卓绝？上山的路程并不短，即便阁下在山脚下换上新鞋，也不能这般纤尘不顾。其实我更想喊你少侠。不与你们说了，我是个盗贼，盗得了东西就该赶紧走，我得走了。小姐，这人好厉害，快些回去吧。幸而那人不坏，不然就凭你我两个弱女子，是如何也挣脱不了的。二小姐这是去哪儿了？叫大夫人一顿好找。母亲呢？房中待着有些闷，便去山林间走了走。老母亲和姨娘忧心了。劳烦母亲为女儿担心了，女儿不孝。无妨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便回去吧。是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夫人，咱们遇见山贼了。那边的马车是谁家的？留下钱财和小娘子，就饶你们不死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这般感觉简直是糟糕透了。此刻唯有自救。你们可有把握对付那些山贼？二小姐，我们勉强能够1对2应付。等会儿你们莫要激进，只守住这条路，莫要让他们闯进来。是，属下誓死护卫主子周全。一起上！退！别松，刀口朝外护住车门，谁敢抢身位，就先断他的手。退可以，阵不能散，前排让，后排补。身后！臭丫头，别出来！风往山道吹，别进眼里，守住车辕。二小姐，快躲！看什么？收车！快去看看母亲和姨娘有没有事。明师竟然如此厉害！娘亲，我没事的。小心！快救人！娘亲说过会保护你的。三姨娘近日必有一劫，竟然被慧灵大师给说中了，只是未想是生死劫。生死劫，娘亲是死了吗？小姐，你可算醒了。小姐，娘亲呢？娘亲下葬了吗？大夫人还没。大夫人请求老爷将三姨娘升作平妻了。平妻，那也好，起码还能入葬骆家陵墓。也不好，娘亲一生谨小慎微，
西去了又入了那陵墓，面对着洛家的列祖列宗，又是要谨小慎微的过了。应该听娘亲带回江南水乡，找一个鲜花遍地、有山有水的地方，就葬在那里。娘亲一定喜欢。女儿给父亲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快起来，今日身体可还好些？劳父亲挂念，女儿身子已无事。到底是大病了一场的人，凡事总要注意些。我约了钱太医下午来给你看病。娘亲可是今日出殡？是这般。昨日见你犹在病中，所以并未告诉你。我听闻母亲提议将娘亲提升为平妻，心中很是感激。只是娘亲生前说过，只想在死后回到江南水乡。诗儿，你还小，这种事情不能随你来拿主意。你娘亲既然嫁到我洛家，容我再想想。我娘亲不是个有福气的人，硬是让她住进那里，我反怕折煞了她的福气。可还要再去看一眼。父亲，坐下来说吧。女儿明日便就要出远门了。女儿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离开家，心中仍是有些忐忑。有事便给爹爹写信，若是急事，便让身边的人快马加鞭来告知一声。我虽这些年因忽视了洛家，惹得洛家长老们对我不满，但好歹我也是家主，总能替你在背后撑着一二。我只是去江南住一段时间，哪里会有爹说的这般严重？你此次去江南，怕不是打算只住一段时间吧？是，女儿本打算在那里长留。你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记得带上我给你的东西。若是在那边过得不好，就赶紧回来，莫要强撑。是。就是你过得好了，也莫要在那里待着，不愿再回来了。最少在你正式议亲之前，定要回来一次。是父亲，女儿告辞。劳烦洛伯在此处亲迎，真是辛苦您老人家了。小姐折煞奴才了，小姐是主子，奴才当不起小姐一声洛伯呀。小姐快些进屋吧，一路劳累，实在辛苦。老奴已经备好了热水和吃食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别作妖！老太太，您说只要我听话，保我后半生无忧。您说我是您最锋利的一把刀，可我忘了，刀卷了刃，持刀的人头一个便是要丢开手的。
一世无忧。老太太，您可真是好口才。您不救我，那我便自己救自己。老夫人该用些东西了，您已跪了2个时辰。老夫人，天冷了，地上凉。陈婆子，后山那边还有人送饭吗？有的，每日都有婆子送去。送去的是什么？剩饭剩菜，有时是馊的。便随他去吧。我不能死在这里。老太太，您欠我的，我记着呢。老夫人，后山那边传来消息，翠姨娘不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守夜婆子说，今早去送饭，发现窗户开着，人已经不在了，屋里的被褥也少了半条，木箱还在。报给大夫人了吗？还没，婆子先来禀的老夫人。翠姨娘跑了，她到底是跑出去了。先不要报，老夫人。我说，先不要报，给那个婆子传话，就说翠姨娘旧疾复发，我已派人送她回乡养病了。任何人问起，都是这个说法。我这一辈子欠了她的，这是最后一笔，还清了也就干净了。夫人，南山院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翠姨娘旧疾复发，老夫人已安排送回乡养病了。旧疾？她翠姨娘从前在白鹿院时，连个喷嚏都不打，倒是进了后山木屋才有了旧疾。夫人觉得其中有诈。诈不诈的与我何干？翠姨娘是死是活都翻不出什么浪花了。倒是老太太这番举动，去查查后山木屋那几个看守的婆子有没有收到什么好处。是。小姐，翠姨娘跑了。我知道，看守的婆子是老太太安排的人，木屋窗户上的铁栓3个月前就松了。翠姨娘若真想走，根本不需要等到今天。那小姐为何不阻止？阻止？不，是先让她跑，再将她追回来。翠姨娘逃不远。望春，让探秋带人追，沿北边官道追，追到后不必为难她，只说一句话，她若肯回去当众说出真相，便留她一条活路。小姐是说老太太和翠姨娘之间的事？翠姨娘从木屋里带走了那些密信，加上她脑子里装着的所有细节，只要她肯说出来，老太太便再也藏不住了。这些若是让老爷知道，所以要抓她回来，让她当着全族的面供出老太太，这比私下了结更有效。翠姨娘回去说出真相，还能留一条活路。她若执意逃走，那便是她自己选的路了。母亲身体可好些了？老朽之躯死不了。听说翠姨娘旧疾复发，送回乡了。是。那翠姨娘的旧疾是什么病？妾身好差人送些药材过去。母亲不问问菊香说了什么？母亲，咱们婆媳这么多年，有些话不必绕弯子。翠姨娘不是病了，她被追回来了。翠姨娘和您之间的那些事，妾身不想追问。可有些话，妾身今日必须跟母亲说清楚。母亲，妾身已经请了族老，今日之后，南山院的权柄、下人用度都要重新定。您若愿意保洛府最后一点体面，就莫再拦。你想将我软禁？母亲说中了，
翠姨娘已经到了前厅，她愿意当众说出一切，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母亲也省着日夜提心吊胆。母亲若没有别的吩咐，妾身就先安排了。是我做的。母亲放心，翠姨娘的事，妾身会处置妥当。夫人，老夫人怎么说？她说好。那翠姨娘那边，南山私印是老太太给的，赤玉是我院里的人下的手，骆明磊的身世也不是秘密。说完便好，之后送回原籍，由当地官府监管，不得再踏入京城半步。老太太认了，30年来头一回，她在我面前低了头。去告诉管事，南山院的旧人重新登记，能留的留，不能留的送出府。属下明白。老太太，30年了，洛府京城旧账自今日起清算。姐姐，你在写什么？山高不爱云飞。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山再高，也拦不住云往远处去。人也一样，心要有高处，脚下才不怕路远。冬天要过去了，姐姐，等春天来了，能不能带我去后山看花？好。这是老太太多年来与翠姨娘的通信，每一封都盖着私印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这些事当真都是老太太授意的？翠姨娘已当众说出了真相，这些密信是她藏匿的底本，与老太太手书的笔迹一一吻合。这枚印是老太太执掌后台的权柄，也是她作恶的凭证。今日当着将族中长辈的面，将它与密信一同烧毁，从此洛家再无此印，再无此祸。旧账到此为止。从今日起，老太太剥夺当家主母一切权利，终生禁足于南山院佛堂，只留陈婆婆一人伺候。南山院一切用度由牡丹居统一调配。翠姨娘已送回乡，由官府监管，不得再踏入京城。洛府京城旧账自今日起清算，往后若再有人借南山院旧事作恶，一律按家规处置。京城旧账已清，该轮到江南了。